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是非以不变为解脱之道啊。这是一句充满禅机的语录啊，意思是说，遇到是非纷争的时候呢，不要去跟人家争辩，这个也是解脱的方式之一啊。在人与人的相处中啊，常常会遇到什么误解啦、批评啦、是非啦、冤枉啦或对错啦等等的这种争执啊。如果每一件事情都要去据理力争啊，这样很容易陷入情绪对立跟口舌之争啊，不但伤人也伤己啦。不如放下争辩，让心灵保持平静跟清明自在啊。不变不代表懦弱，而是一种对因果、对真相的深信跟安住。佛法讲因果自负，因此会起是非纷争，也是有它的因缘报应哦，因缘果报哦。那能够了解这个道理的人呢，他对所发生的是非对错，才不会义愤填膺的、愤愤不平的，或者怨天尤人。他不会这样子，他也不会尝试费尽口舌去说服别人、去辩解，而是让时间跟事实去证明一切啦。我自己在志工生涯30多年里面，也是过去也是有碰到被冤枉跟误解的，而且完全是会声会影，无中生有啊，没影没一枝啊。台湾话叫做没影没一架，没影没一枝。明明说的不是事实，却言之凿凿啊，以假乱真啊，让人信以为真啊。而且还是在师父面前讲哦。那个时候呢，我一点都没有起烦恼，我一点也没有担心师父会不会连带对我有所误解啊。因为在师父面前质疑别人或批评别人的人，自己本身就已经是一个是非人了，就是在两舌恶口的。何况师父是明心见性的觉者，是要教化众生的智者，他怎么可能被一个凡夫所误导呢？是吗？即使别人真的是有错了，而我们却在师父面前去说别人的错，师父也会严厉的教诫我们说别人已经有错，你就不要再用你的嘴巴去说别人的错。意思是说，修行要懂得隐恶扬善，别人有错我们心里知道就好，不要讲出来，警惕自己只见己过，不论人非，天天见己过，不见他人过，这样才是真修行啊。所以当我被别人冤枉或误解的时候呢，我的脱困之计跟解脱之计就是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如果你不这样提振自己，赶快出离的话呢，那只好心随境转，继续沉沦啊。你要选择哪一个？修行不是行难修啦，而是习气难改啦。这个习气难改不是指别人的习气难改哦，是指自己的习气难改。自己的习气这么难改，凭什么要去改别人的习气呢？偏偏人人都是想去改变别人，从来都没有想要改变自己所以自己的修养不够，心不顺眼，所以也会看尽别人很不顺眼啊。那之所以会看别人不顺眼，这个跟被看的人无关呢，而是跟看人的人息息相关呢。为什么大菩萨可以慈眼视众生呢？因为大菩萨的心是众生平等的啊，所以是慈悲等观的，不起分别的啊。因此大觉者他是以佛心看人，人人是佛啊。我们凡夫刚好相反，经常是鬼心看人，人人是鬼，还常常疑神疑鬼，结果疑心生暗鬼。同理啊，自己疑心重重，结果疑心看人，人人可疑啊，对别人都不放心，其实是对自己没信心的对。那凡夫因为心中有念恶或意恶，造成眼睛看到都是别人的过失啊，耳朵听到都是别人的道听途说或者是非长短的。其实这个就是自己的业障啊，怎么都看不到别人的优点呢？
而都是看到别人的缺点呢？别人有99个优点，只有1个缺点而已，你偏偏看到那唯一的缺点，这不是很倒霉吗？人家讲的雅言正语，你一句都听不进，也记不起。但别人不经意的一句话或凡夫的一句胡言乱语，你却听进去也忘不了。这不只是颠倒人生，更是自己的业障啊！所以才说嘛，常常听到负面的讯息或不正之见而无所适从，或是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而心生不悦，很不开心。追根究底呢，这些都是属于自己的业障啊！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呢，居然跟别人无关呢，而是跟自己的念头息息相关呢。如果我们是心善就可以保持对别人最好的印象。这个就代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都是善的种子这样将来的果报就是在善处嘛。所以要去善处还是恶处，会得到什么果，跟我们种下什么因有关嘛？这就是心念的种子嘛。也就是我这次出版新书的书名叫做存乎一心嘛。成也正念心败也正念心都是正念心在作怪了。有时候有人会跟我们说，某某人在对你，某某人对你有误解哦，或者是某某人在背后说你是非呢。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去追问是谁在说我。你一问，就很容易在自己的阿赖耶识里面呢，落印对这个人的坏印象了。你在后面讲我坏话，讲我是非如果这样想的话，对我们没有一点好处，只会造成念恶或者意恶，最后就也是会落入恶处的果报那碰到这样的情形，不但不要去追查是谁在说我坏话，反而我们要心有所警惕有这样的声音出来，一定是事出有因其中必有缘故要赶快怎么样？静坐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千万不要静坐常思他过这样就完了。要赶快提醒自己，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问心无愧，心安理得就好。这样叫做事来即应，应过即放也是一种解脱跟放下的功夫。那至于谁在讲我们坏话，谁在说我们是非呢？这个不重要更不要去追查。重要的是这样的声音出来，是不是真是如此呢？这个叫我们自我警惕反观自照警惕自己，千万不要因人乱了心，因事乱了心如果不懂得自我反省，而是一直在追查，一直在问是谁在讲我，谁在讲我，那这样的起了咯，这个叫做自寻烦恼，自惹尘埃这样就是生生世世都在烦恼中选择不变，是因为内心有力量，有智慧去包容自己也很清楚，是非终究会明朗讲话大声的人不一定是有理的人所以大声不准不是说大声就好啦。其实不变也是断除我执的一种修行很多时候我们急着争辩，是因为感觉我被冒犯了，你为什么说我是非？你为什么批评我？我觉得很不甘心，我必须跟他辩个清清楚楚都是我这就是我执尤其上台演讲或分享常常讲说我认为我觉得听我的就没错我跟你讲你都不听等等这样也是有我执如果有我对你错的想法，那这个是我执深重在作祟就不是菩萨啦。菩萨是我对你也对，他也没错。为什么呢？因为对在哪里，错在哪里，一切只是观念不同而已，都对，观念不一样而已如果能这样想，就是菩萨。如果能学习放下这个我内心就会更接近清净跟解脱，因为你已经无我了嘛，或者小我了嘛
所以才说放空自己才会找到真理啊，就是这个意思嘛。一般世俗的观点是沉默是金啊，认为有时候呢闭嘴是一种智慧啊。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哦，有时候沉默反而是默认哦，保持沉默被人家误会我们是默认的，不是吗？那要怎么办呢？你又说不要变，而不变又会被当成是默认，那只要这边如何是好嘞？要如何是好啊？那这个就在考验我们的智慧啦。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依智慧去判断，什么时候不变，辩论的辩啊，什么时候不变啊，才是一种慈悲跟智慧。什么时候应该做出适当的表达，才能避免被误解或造成伤害啊。那这个说与不说，变与不变的实际的拿捏啊，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啊，更没有固定或死板板的公式哦，而是非常灵活应变的一种圆融智慧啊，叫做悲智双运啊。学佛的目标就是要福慧双修、悲智双运吗？所以是非以不变为解脱之道，是一种超越对错、回归内在宁静的修行智慧啊。他提醒我们哦，真正的解脱不在于赢得辩论哦，而在于超越辩论。举例来讲，大家更清楚。例如在职场上了你努力完成了一个专案了，但你的主管误会你没有做什么事情呢，没有什么贡献呢，反而去赞扬另外一位同事哎。那其他同事开始误传你了，哎，很偷懒啦，不做事啦。那在这种状况下，一般人都会急着解释，哎，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哦，或者当场跟主管们争辩啊，明明是我做的，是我的功劳，哎，怎么说是他呢？那这个时候如果采取不变的做法，选择让自己冷静下来，不急着反驳，继续努力把事情做得有条有理、有声有色。让成果去说话，慢慢的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主管跟同事们也会对我们改观啦。其实志工团体也是一样，明明是甲默默在付出，但是成果却由乙站在台前来报告，他收割掌声啊。那这个甲自然会觉得很不开心、很不舒服嘛，很不平衡啊。那这个是一般人的那种真实的心情啊。然而，如果站在修行的角度上啊，这正是一个转心跟静心的最好机会啊。所以修行是修自己的心，不是修别人的嘴巴嘞。所以心如果一直想着说，这本来就是我做出来的成果啊，怎么会他在讲呢？那这样就是落入我执跟计较。修行是不断的放下自我，转为利他。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会默默的成就别人了。成功不必在我啊，而天地自有回报。天公听公人啊，对不对？表面上我们给别人面子啊，其实我们自己得到的是什么？是理智也就是要深信啊，无形的功德远远超过有形的掌声。我们再来举一个家庭中争执误会的例子啊。比如说了你家人怀疑你忘东忘西啦，该缴的费用也没去缴啦，并怪你不用心了，不牢靠了。但其实是对方自己记错时间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回击说你才记错了，又不是我弄错的，然后开始吵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采取不辩论的辩不辩的做法，不要跟他辩，而是用温和及平静的反应，就跟他说我记得有处理过哦，我来查一下资料吧。态度冷静，语气平和。后来证据证明你没错啊，家人反而不好意思嘛。家庭中是如此的道理啊，朋友之间跟同事之间也是不例外啊。例如我们在群组里面发了一篇文章了，却被别人有些人断章取义留言酸你没知识啊，乱讲话啦。那一般人碰到这种情况会急着辩解或留言反击回去啊，结果呢越吵越多，越吵呢越多人加入造成呢越吵越热场面失控。
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也是一样采取不变的做法，不做出回应，静静的把这些攻击性的语言、不正的言论呢，把它删除掉，静静的把它删掉，静待风波过去，船过水无痕。时间久了，最后人家也会看到你的沉稳，反而自发性的帮你澄清了。以上这些例子啊，清楚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变不是在逃避哦，而是避免卷入无谓的情绪对立之中啊。不变也是为了要止息纷争，变得真的面红耳赤，伤了和气，不是吗？所以不变也不等于是闭嘴，但是要注意一点哦，如果不变或沉默，反而会造成更大的误会或者让人受伤啊。那这个时候就不能闭嘴了哦，而是要采取不是积极对抗了，而是温和平静的表达啊，这样才是慈悲的智慧啦，也才不会让人以为我们是鸵鸟心态啊。志工团体里面也是有很多学习的机会啊。举例来说了哦，有些志工会被误会不合群，这是常常发生的事情啊，嫌这个志工嫌那个志工不合群啊。但其实他们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做，没办法长时间融入团队里面，那工作实在太多了。那要这样怎么做才会圆融跟圆满呢？被误会不合群，是因为自己有自己的节奏跟工作要完成啊，没时间陪大家寒暄或应酬啊。那其实这个正是是非以不变为解脱之道的一个最佳实践的场所。我们来进一步拆解，看看怎么处理，能既不辩解，也不勉强跟人家凑合，又能保有自我，也不会树敌，这个不简单了哦。那我们不是故意孤僻或自高自大，而是生活有重心、有规律、有节制。但因为别人不了解，就很可能用不合群、很冷淡、难相处来给我们贴标签啊，这是典型的是非的缘起啦，是非的起点呐。那要怎么不变也能处理得很圆满呢？当别人说我们不合群的时候，我们不要马上辩解说我很忙啦，我不是不想参加啊等等啊，这样往往会被当作是找借口，反而让人家对你呢更疏离了。这个时候，我们如果以用行动来胜过辩解，我们可以用行动来胜过辩解。具体行动是什么？主动对某个人微笑、点头，适时的帮他一个小忙啊，不要都没有投入嘛，至少你偶尔你要施点小惠嘛，帮人家一点忙嘛。那这个就是在传递温暖。如果不方便长时间加入团体活动，但偶尔也要短暂现身一下，问候大家一下。这也是一种柔性的出场嘛，对不对？不要都没有出现过啊。那我们也可以用温柔的语气说：“哎呀，我不像大家那么能聊啦，但其实我也蛮欣赏你们这么热情呢。”那这样软性的回应，等于是在温柔的说明自己有自己的节奏啊。同时，我也不排斥大家啊。那这样说话总比我没空啦，我很忙啦，比这样的话更圆融。这个都是要不断的学习的哦。其实这就是动中有静啊，静中有动的智慧啊，而不是独处久了就无法合群，或是群聚久了就无法独处，不是这样哦。那更不是说动久了就静不下来，或静久了就动不起来，不是这样，而是动如狡兔，静如处子啊。是群聚的时候悠然自在啊，独处的时候也怡然自得啊。那这个就是清安自在的人生啊。这样做长期下来，别人会发现，我们虽然不是人群中最热络的那个，最有风头的那一个，但却是最稳重、最可靠，也最不虚伪的那一个。现在我们来举一个活生生也是绝对的例子呢，来证明这句是非以不变为解脱之道的真理啊。其实这个故事好像记得上一集以前我们也提过，但是因为这个例证呢，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证明，用在不同的
人间事里面呢，都可以印证真理出来啊。哦，大家应该记忆还新呐。2014到2015年间，慈济不是要在内湖地上盖一个设立园区吗？原本的计划是要推动环保跟教育嘛，但这个区是属于生态保育区啦，很多环保团体就跟当地的居民反对开发，那媒体也大肆报道啊，掀起舆论的激烈攻防啊，闹得沸沸扬扬，不是吗？那在外界多所误解跟指责中呢，慈济没有公开反驳指控或辩解呢。然而证严上人最终宣布撤案，慈济的名义被外界误解的时候，证严上人并没有辩解呢，也没有在媒体上来捍卫慈济的声誉，没有。那段时间我刚好都陪在净士上人身边啊，师父身边啊，我就要学习，证严上人如何针对这么大的风暴呢，用他的智慧来化解。我主要学习。那我发现上人从头到尾云淡风轻，安然自在。我还记得很多委员跟社会贤达，那段时间呢，纷纷都来净寺里面呢，对证严上人献策，要来为慈济辩护。结果上人对大家的建议很不以为然哦，不是说哎呀好啊，很贴心啊，你要帮我辩解，没有，很不以为然啊，还义正辞严的教诫大家说你们应该来要公家的啦。我跟他讲，我要守住我的真实法啦。你们只会讲这些东西啦，我只知道要守住我的真实法。意思是说，你们都在讲世间的那种凡夫的攻防啦。我在意的是我出世精神的真实之道。那时候真言上人也针对这个事情呢，开示一句话说一念心不对，就会破坏很多的福；一念心若转，福报会重建。这是一种超越个人民生的大格局跟道心呢。这个就是是非以不变为解脱之道的最佳身教啦。那个时候在争议越演越烈的时候，许多人会选择硬撑到底啊，认为我们没错，为什么要退让？但证严上人选择撤案，那是因为证严上人很清楚，若执着成案，将让社会更加对立。若以慈悲为怀，就要止恶于未起，放下执念呐。恶念还没有起的时候，就让它停止，不要起恶念。所以选择撤案，不代表是屈服，而是智慧止于非处，慈悲放下我执啊。在是非多的人间呢，我们要守住一念正念呐，行得正，走得正，时间自然会帮我们说话。这个也叫做水深不语，人稳不言呐。因为不安稳的人呐，或沉不住气的人呐，才会多话啦。结果呢，言多必失，造成纷争不断。因为口水太多，而不是法水很多。总而言之呢，撤案不是一种输，而是一种更高的赢。这个就是是非以不变为解脱之道的最佳范例的。充满了出世精神，但也没有离世，而是入世。同样的道理呢，可以赢而不赢呐，可以胜而不胜。让别人赢并不代表我们是输，这才是真正的高手明明可以赢，可以压制对方，但却选择不压不争，不争一时的长短，是忍一时而争千秋啊。这也是一种针对局势、人性跟长远目标的洞察跟掌握啊，就好像老子所说的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同理啊，不变，故天下莫能与之变。你不变或者不予理会，自然是风平浪静，不起风波啦，不是吗？那政治对的人还向错的人道歉呢？不为什么？为了尽早止息纷争啊，我选择退一步，让海阔天空啊。所以让别人赢，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输，这是君子之道。退让不是示弱，而是懂得适时让人成就人，这样反而能够赢得人心，赢得格局啊。这个就好像打太极拳的这个4两拨千斤嘛，对不对？看似后退，其实是在调动对方的力量，然后以其人之力还治其人之身啊。这个就是软实力啊。其实真正的高手不一定要让对方
的疏来凸显自己的强啊，他懂得以退为进，以让为胜，也就是说，理智重要过面子啊。这种无声的胜利最有力量啊！正言上人就是这样啊。上人在面对不实指责时，选择是非以不辩为解脱，是以慈悲跟实际行动赢得世人的尊敬，是以柔克刚，而不是硬碰硬啊。商场上的高手也是一样啊，要懂得给对方台阶下，不要让人家下不了台啊。意思就是说，有时候你要懂得让利啊，让别人有利啊，才能赢得长期的合作嘛，不是吗？不是每一局都赢才算是赢家呢。有做过生意的人应该都懂得这个道理嘛，对不对？放长线钓大鱼，不是吗？对不对？不与世争，却让心安呐、不争是非，却让善流啊。能做得到就是智者啊。曾经有人在群组里面问我了，他说：“继续师兄，有人在另一个群组里面散布不实言论呢，甚至刻意曲解事实而妖言惑众呢，这个要怎么处理啊？”那这个就要把情况分析清楚了，才能用理智去判断，做出具体的应对。这个时候就不能以说我是是非以不辩为解脱之道，然后拿这个当借口啊，搪塞逃避，而是要有因应之道。这个时候不能默不吭声，不能做没有原则的好人呐。那这要怎么拿捏才好呢？对不对？有方法，我们来好好解释。碰到这个状况的时候，处理的方式需要兼顾3个：一、澄清事实；第二，保护群主；第三，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3个原则把握住。如果对方是我们认识或可以接触到的人，我们可以尝试以私讯的方式来询问他的言论根据，用温和的口吻跟他说：“我看你在群组里面有提到那件事情哦，好像这个跟实际情况有点出入哦。那不知道您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讯息呢？”千万不要对他说：“你就是这样乱讲的，根本是在害人的。”他听了肯定是不舒服啊，对不对？如果对方一直持续在误导、影响他人，甚至引发混乱的局面，我们也不必亲自面对他。我们可以由管理员出面处理嘛，干嘛由自己出面呢？由管理员出面厘清，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困扰，因为彼此都互相认识嘛，对。那有一个第三者出面不是更好吗？转个弯路不是比较好走吗？对不对？那像我们这个读书会所成立的群组有1300多人了，那没有管理的话，只要一个人抛一个讯息上来就好了，就可以想象有多可怕。不只是洗版的问题，还会瘫痪群组啊。然而我们透过管理员的委婉劝导之后呢，一般都会立即获得改善啊。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因为毕竟大家都是有心要来学习跟改善自己的嘛，有缺失也都是无心之过啦，不是故意的了。那我们必须善解跟包容啊。然而在外面的人群中，可能就没那么单纯了哦。有些人就是故意要来无中生有啊，来无的放矢，来踢馆的啊。那这种人通常不是单纯的误解，而是刻意扭曲事实，制造混乱或挑衅，甚至有时候是为了博取关注或操控群体啊。这类型的行为对一个健康的群体或社群来说呢，是一种慢性放毒跟破坏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能等闲视之了，必须尽早澄清，以免恶化变成误导人心，而不是净化人心啊。如果澄清无效，而对方依然故我，那只好采取第2步，拒绝对话，跟不予理会。因为大家不予理会，他就失去舞台；大家如果回应，他会继续操作，他就有见缝插针的机会了，不是吗？那网络诈骗也是这样，有人被他骗了，他会继续骗下去，大家都不理他，他会自动消失，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理直不一定要气壮，因为气壮很容易失礼啊。道理的理也对了，礼节的理也对了，很容易失礼啊。因为气壮很容易造成义愤填膺啊，咄咄逼人啊。那气和才会以德服人，化干戈为玉帛嘛。
我们要学习用柔软的话讲坚定的原则，因为坚定而有节制的事实的回应，是对付是非跟谣言最好的利器啊。所以变与不变的拿捏也是一大功课啊。人生真是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啊。好，我们今晚的是非与不变为解脱之道就讲到这里。祝福大家法喜充满，福慧双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